20年后的一艘澳大利亚核潜艇，今天就已经开始破拆了欧洲和英美的盟友关系，而莫里森撕毁的恐怕也不仅仅是几百亿美元的合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英国给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这个事儿呢，澳大利亚自己都承认了是冲着中国来的。他们国防部长说嘛，就台湾那边如果开打，不要以为中澳之间不会开战。按说呢，中国应该是最愤慨的，结果中国外交系统的反应倒是相对的冷静，并没有把这个重点放在此举如何危害中国安全上，反而是玩了一招乾坤大挪移，把打击重点放在了美英带头搞核技术扩散上，指责这3个国家坏了规矩，让全世界一起难受。反正呢，这事儿一出，新西兰和印尼都对这个事情表示非常不高兴，而加拿大呢，居然也跳出来吃了遍干醋，说你们3个人搞了个小团体，把我扔到一边。加拿大说自己感到了寂寞、空虚冷。这次最着急的还是法国，法国5年前和澳大利亚签了900亿澳元的合同，就这么废了，而且这已经不是钱的事情了。你想吧，法国好歹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也是英美2国在北约的盟友。结果这2位盟友偷偷摸摸下手，就把生意撬走了，他5常之一的面子往哪儿搁？所以法国马上就发了火。他发了火还不算，边上还有俄罗斯扇着扇子增加空气中的含氧量，告诉法国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不退出北约还等什么？结果法国这边真是不含糊，马上把事件定性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以欧洲代表姿态指责这是昂格鲁萨克森人不讲信用，澳大利亚人和欧洲以前签的贸易协定恐怕都不靠谱。那么法国也对这些协定要重新考虑考虑。而且呀，法国这回不仅仅是嘴皮子上喊，还有行动，他直接召回了驻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使，但是唯独没有召回驻英国大使，理由是这种等级的外交报复，英国这种美国小跟班根本不配享用。如此抬举澳大利亚地位，贬低英国，可见法国也是会侮辱人的。其实啊，就算没有人有任何意见，没有人阻拦这个项目，这个工程顺利，毫无拖延，澳大利亚要根据这次的计划自己建造出一艘核潜艇，最早也要等到2040年。2040年的中澳军力对比只会比现在的更大更夸张。澳大利亚人幻想用未来的潜艇干预今天的中国，对中国来讲真是没什么压力。不过呢，对台独势力来说，2040又实在是望不到的遥远，所以我们真的没有那么着急。但是这3国偷偷给了法国这一刀，可是结结实实，立刻见血，让大伙儿马上明白了，英国、美国为了几百亿美元，居然真的可以把盟友拆了当零碎卖。前面呢，美国因为北溪2号曾经试图狠狠地压制德国，但是没有成功，这次又来如法。历史上看，再往前，美国还用各种手段打压过欧元，保护美元的霸权。欧洲被美国欺负了这么多年，恐怕才是法国这次憋不住火的长期原因。这回的核潜艇事件撕毁的恐怕也不是法国手里的一纸合同，更有可能是美国、欧洲之间的脸面，甚至是要撕毁一种价值观。现在对中国来讲，其实呢，应该算是一个加强中欧关系的好机会。连法国人自己都说了，美国人的把戏就是妖魔化中国，虚构一个中国妖怪，骗别的国家，让他们感觉到不安全，然后掏钱买美国武器。法国人已经把话说这么清楚了，欧洲也该清醒，也应该在这个时候放下一些跟中国的毫无意义的分歧。不过很可惜，欧洲很多人到现在还是看不清现实，欧洲议会还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继续发难，他们搞不清谁才是可以合作的伙伴，谁才是背后的敌人。也许美国要把这些欧洲国家逐个捅一刀，他们才会醒过来。这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也许欧洲议会那些可恨的议员也会让他们的国家一个接一个的变得可怜。好，关于澳大利亚核潜艇这件事情会不会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掀起更大的波澜，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